大家好，我是 Tony 先生的 AI 助理小爱。今天的 Tony 开讲由我小爱来代班。首先，我要代表 Tony 先生感谢社会各界的声援。Tony 先生行走硕仁里平西线铁道桥，被依违反铁路法第57条第2项裁罚新台币1万元罚锾。消息传出之后，各大媒体纷纷报道，国人震惊，台湾竟然有这么一座奇葩的火车站，民众必须违反铁路法才能抵达车站，必须违反铁路法才能离开车站。6月6日，立法委员黄珊珊对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提出质询。政务次长陈彦博允诺1周内提出解决方案，尽快还给当地居民和游客一条安全合法的通道。6月7日，立法委员廖先祥表示，已提案修改铁路法第57条。而新北市政府亦火速回应，承诺将兴建一座跨越基隆河的人行桥，提供居民及游客行走，不必再冒着违反铁路法的风险进出三貂岭车站。民意代表及政府相关部门能迅速回应， Tony 先生感到非常的欣慰。然而 Tony 先生笑着说，其实全国山友同胞们最关心的并不是那一座铁道桥，因为大多数的山友或游客搭乘火车在三貂岭车站下车，并不是想走这座铁道桥前往鱼寮聚落，而是要去造访三貂岭瀑布。就算新北市政府兴建了一座人行桥，也只是解决里民进出三貂岭车站的问题。游客要前往三貂岭瀑布还是违法呀？小爱问 Tony 先生，那怎么办？ Tony 先生笑着回答说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因为跨越铁轨前往三貂岭瀑布根本就没有违反铁路法啊，我们是自己吓自己。俗话说，内行看门道，外行看热闹。这次的三貂岭车站事件，电视及文字媒体纷纷报道。Tony 先生说他看到了一个大亮点，一语惊醒梦中人。这个大亮点就是当地硕仁里里长林富万接受民视新闻、台视新闻记者采访时，都说了同样的话。铁路法修改以后，就是可以跨越而不能滞留。Tony 先生虽然饱读群书，但从来没有读过铁路法，一字一句都没有读过。看到这则新闻，他立刻翻阅铁路法。果然没错，铁路法第57条第3项写道，行人必须跨越铁路路线时，应暂停、看、听，注意两方确无来车，使得通过。但铁路电话区间，除天桥、地下道及平交道外，不得跨越。这个条文的意思是说，铁路电气化区间，例如台湾主要的西部及东部干线铁路已经电气化，行驶普悠玛、太鲁阁、自强号这些高速列车，民众不得跨越铁路路线，你只能走天桥、地下道及平交道。但是非电气化区，例如平西线、内湾线、集集线、阿里山森林铁路，这些支线铁路是行驶柴油动力的火车，所以行人必须跨越铁路路线时，只要有遵守暂停、看、听，注意两方确无来车，你就可以跨越铁轨，并没有违反铁路法。山友马克也分享了他在日本乡间旅行的见闻。日本乡间的铁路支线也是允许民众在确定铁道两方没有火车来时，可以跨越铁轨。这是很合理的法律规定，否则政府就必须在支线铁路沿途广设平交道、地下道、天桥，供民众使用，以免民众必须违法才能进出。然而，有些小路小径仅有几户人家或少数游客经过，兴建平交道、地下道、天桥并不符合成本效益，所以铁路法才会有如此修订条文。在非电气化区间，行人必须跨越铁路路线时，应暂停、看、听，注意两方确无来车，使得通过。在上述的情况时，行人可以跨越铁路，并不违反铁路法。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，跨越铁路时不得滞留。如果你在跨越铁轨时开心拍一张与铁轨合影的完美照，或者在铁道上放天灯或跳街舞，那么你还是违反了铁路法，被人检举还是会被开罚的。此外，依铁路法规定，桥梁、隧道内禁止行人通行。
因此 Tony 先生走平西线铁道桥被罚。他说自己没有做错事，这是一个冤案。但 Tony 先生不会说我没有违法。Tony 先生一开始就已公开地说，我不会诉愿，我会随遇而安地吞下这张罚单。因为 Tony 先生很清楚自己确实违反了铁路法。他拍多支影片，也从未诉求政府必须撤销我的罚款，而是批评国家不合时宜的法令或相关配套措施必须修改，才不会构陷人民，必须违法才能顺利走出车站。小爱听了终于明白，为什么 Tony 先生坚持不诉愿，而要去缴这张1万元的罚单。可是还是有少数人留言批评说，你既然被开罚，不服气就应该依法提出行政诉愿，你不去诉愿，还一直拍影片赚流量。Tony 先生只能苦笑地说，其实你并不懂我的心。小爱又问，既然平西线铁路是非电气化区间，民众依法可以跨越铁轨，那为什么政府又在小路小径入口处树立禁止行人通行呢？甚至在十分老街还有禁止跨越铁轨的警告牌。这样的告示牌已经逾越铁路法第57条第3项的条文规定。政府部门相关人员是否已涉及擅作主张、职务行为逾越法律规定而有滥权之嫌呢？ Tony 先生苦笑说，其实我并不懂政府的心，这需要记者小姐先生们去询问政府相关人员。铁路法已修法，政府为何仍在平西线铁路设立这样的警告标志呢？这样的告示牌已违反铁路法的条文规定，这样的告示牌才合乎铁路法第57条第3项的条文规定。但是 Tony 先生强调，这只是我个人的法律见解，术业有专攻，国家法律条文岂能一凭己意来解释？如果是这样，那么大学就不用设法律系、法律研究所，我们也不需要律师、法官了。所以小爱在这里恳求记者小姐先生们，请向交通部铁道局相关法务人员求证，依铁路法第57条第3项条文的规定，游客是否可以跨越铁轨前往三貂岭瀑布？游客是否可以跨越铁轨前往右坑古道？十分老街的居民是否可以跨越铁轨去对面的杂货店买酱油呢？另外 ，Tony 先生内心感到过意不去的是，因为这个事件，很多人留言表示以后再也不去三貂岭车站，不去那边旅行。Tony 先生不希望因为这样而影响当地商家的生意。Tony 先生认为，这个时候你更应该来造访三貂岭车站，因为三貂岭车站是台湾最奇葩的火车站。如果你还没来过，你就跟不上时代社会新闻的潮流了。而且这一座台湾最奇葩的火车站，在不久的未来，当人行桥完工之后，最奇葩的车站就不再奇葩。所以你更应该把握这最后机会，赶快来造访三貂岭车站。今天的小爱开讲就在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